世上有仙人吗？如果有，人是如何成仙的呢？仙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你听到这个话题，是不是觉得那是古人的幻想或者是仙侠剧？我们今天想抛开路边小说和传闻，翻一翻正史，看看历代的史官们记载了哪些匪夷所思的档案。先来看看《后汉书》，这是南朝范晔编写的正史，里面有一篇专门叫《方术列传》，书中郑重其事地介绍了一个叫王真的人，说他能够行胎息之法。胎息就是把呼吸放慢，如同在母体内的胎儿一样，并且可以连续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辟谷，就是不吃饭。史书当中还说，王真面有光泽，似若童子。一个人不吃饭，呼吸微弱，还气色很好，有点意思。往下看，到了宋代，在宋史的《隐逸列传》当中记载了一个著名的人物陈抟老祖。陈抟常年隐居在华山，史书说他呢常100余日不起。这个人怎么这么爱睡懒觉？难道是为了解乏吗？史书上记载，陈抟呼吸微弱到放一根羽毛在他的鼻尖，羽毛不动，心跳脉搏非常缓慢，似乎和身边的石头和枯木融为一体。这个事情在当时还轰动了天下。宋代的历朝皇帝，包括宋太宗，都觉得这个事情太离谱了吧，于是3番5次地派出地方官员使臣，亲自爬上华山去查验真伪。这些受过严格教育的官员站在陈抟的榻前，看他几个月不吃不喝不喘气的，但身体仍然很温热，匪夷所思，又没有办法质疑，只能老老实实的下山，把这种现象记进大宋的皇家卷宗当中。那看到这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史书也不一定全对，说不定这个古人是以讹传讹，说不定是古人眼花，或者被一些江湖的戏法给骗了。那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出名的枭雄曹操。曹操这个人生性多疑，心狠手辣，他是绝对不相信什么虚无缥缈的仙人的。但是《三国志》的方济传当中记载，他却把当时天下最著名的几个方士，比方说左慈、干史、细简等人，都网罗到了都城许都，还好吃好喝的养了起来。那为什么要养他们呢？是为了近距离的观察、试探，甚至折磨他们，看看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在装神弄鬼，影响到我的国家治理。曹操派人把他们关起来，不给饭吃，观察他们几个月时间，结果发现这些人滴水不进，依然精神抖擞。曹操甚至亲自见证了左慈在宴席上一杯酒下肚，整个人瞬间分化成好几个幻影的奇观。连曹操这样一位非常现实的统治者，在经过了长期的严密试探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家伙确实异于常人。你说这些记录是因为古人很迷信蒙昧，不懂得思辨吗？其实古人比我们想的聪明。古代的知识分子为了这个问题曾经爆发过非常激烈的学术争锋。辩论的反向辩手是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学者王充，他写了一本名著叫《论衡》，其中有一篇叫《道虚篇》。王充的逻辑非常严密又很现代，他提出一个观念叫物无不死。王充说你看这天地之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小到一棵草，大到一只鸟，哪有不死的道理？既然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经历生灭，那人也是有血肉之躯构成的，凭什么人就可以长生不老，活个几百年上千年呢？这就像是一团火，燃料如果都烧光了，你这个火自然就灭了，这是天地的规律。王充的这番话使用的是我们逻辑学当中的归纳法，它有一个理性者的思想光辉。那同时辩论的正方选手也很有智慧。近代著名的道教学者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当中也给了一个漂亮的反击。葛洪呢就首先承认血肉确实易朽，但是他提出另外一种观察，说龟鹤异类，松柏独在。意思是说，你王充不要用一个简单粗暴的规律去概括整个大自然。你看看周围，大多数虫子只能活一个夏天，那为什么乌龟和仙鹤却能活上百年呢？
大部分树木到了秋天就落叶枯萎，那为什么松树和柏树在大雪天里依然常青？这就说明天地的规律并不是一刀切的，生命形态本身就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和演化空间。既然在普通的这些动物和植物当中都有能够非常长生的特例存在，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有着非常强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找到一些方法去改变自己的状态，打破我们的寿命天花板呢？也非常有道理。你看，这场跨越了朝代的学术辩论就揭示了古代修行者的底色，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蒙昧的求神拜佛的傻子。这当中有一些智者在探索生命的极限，不甘心受制于命运的摆布。那么这些前赴后继的古代修行者究竟找到了什么样的方法去褪去凡胎，重塑生命呢？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先了解，在2000多年前的古人眼中，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我们受今天现代医学的影响，觉得身体呢就是骨骼、肌肉、血管拼凑起来的一种精密的仪器，你哪里坏了我们就修哪里。但是在古代的那群修行者当中呢，并非如此。中医和道家共同的源头《黄帝内经》当中，在开篇的《上古天真论》当中就提出说，人的肉身是一团气的暂住之所。你看，在东方哲学的视角之下，天地当中充满了无形无相的生机，这就是气。这些气呢聚集在一起，有了具体的形状，就成了人。那等这股气散了，人的形体就跟着凋亡，这就是死亡。那么成仙的本质并不是说我们在肉体上拼命打磨，而是想办法在气的层面上聚气和锁气。那为了完成这项梦想，在漫长的2000多年里，古人呢应该说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探索的代价，一步一步趟出了3条完全不同的实操的路线。第一条路线最古老，也很悲壮，我们可以叫它向外掠夺。这条路线的集大成者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晋代的宗师葛洪和他的那本奇书《抱朴子》。葛洪在山里面一边采药一边琢磨，他看着周围的这些草木呢，春荣秋枯，看着凡人的血肉之躯呢，就像放置久的木头一样，注定腐朽。于是他就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说呢，天地当中有一种东西是不朽的，就是深埋在地下的金银和火都烧不化的丹砂。你把黄金埋在土里面1000年，挖出来都是金光闪闪的。葛洪和当时的修行者就认为，这些矿石当中就藏着天地之间最核心的不朽之性。那既然人的血肉太脆弱，那如果我把这些经历千年不腐的黄金丹砂在鼎炉当中反复熬炼，炼成一颗金丹吃进去呢？这个古人的想法真是又浪漫又很悲哀。他们是想用矿石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不朽的这种东西去替换掉自己体内的血肉，这种方法在道家称之为外丹派。结果当然行不通，这古人吞食了提炼过的这些重金属的铅汞，会导致严重的脏器衰竭。在历史当中，从历代渴望长生的帝王到无数隐居深山的方士，太多人因为吞食外丹而痛苦死去。一方面呢，我们觉得他们有一些盲目过于大胆，但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敬畏人类在面对死亡这个永恒话题之前是如何无畏的去探索。当外丹的剧毒让无数修行者折戟沉沙之后，古代的智者开始猛然醒悟，向外去掠夺不朽这条路走不通，于是修仙的路线就发生了巨大转折，从向外求转成了向内看。这就诞生了第2条很唯美的路线，唤醒体内的36000神。魏晋时期有一部神秘的经典叫做《黄庭外景经》，这本书展现了一种庞大的东方宇宙观。他说呢，你不要去外面找仙人，你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宇宙。在古人的观想当中，我们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里面居然居住着36000位神明。注意概念的变化，这里说的神明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庙里的泥塑木胎，神是一个人内在的感受能量，明是明察，合在一起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原本就有的能量
去觉醒觉知，那拟人化就是神明。比方说，肝脏里主宰生发之气的是一位穿着青色衣服的神明，心脏里面主宰气血运转的是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神明。那怎么修仙呢？道家给了一种法门，叫做存思，就是我们闭上眼睛，把所有的注意力从外面收敛回来，一点一点的向内看。在极度的静寂当中，我们在脑海当中看见自己体内五脏六腑所发出来的光芒，看见驻守在器官当中的那些生机，这就是内观。在《黄庭经》当中说，只要你能通过这种极度的专注，把体内的这些能量安抚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不因为自己情绪上的这些焦虑、恐惧和纵欲向外散逸，那么我们的肉身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内耗、自给自足的一个完美的状态。当我们体内的宇宙圆满了，人自然就超脱了生死。但是呢，存思这种方法很考验人的定力和悟性。到了宋元时期，历代祖师把外丹的火候和存思的内观结合在一起，就打造出了一套可以说是万法归宗的终极路线。这就是道家最核心、最隐秘的内丹学。内丹学的祖师们留下了像《周易参同契》和《物真篇》这样的丹经，他们彻底抛弃了铅汞矿石，提出一个非常精妙的理论。既然外面的这些鼎炉炼出来的药有毒，那为什么不把我的身体当做一座炼丹的鼎炉呢？在我这个人体鼎炉当中，炼丹的药材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精气神，炼丹的火候是我们绵长而细微的呼吸。这个法门有严密细致的4个步骤。第一步呢，叫百日筑基。我们普通人在红尘当中生活，熬夜劳心生气，身体早就千疮百孔了，就像一个漏水的杯子，你往里面再去倒更多的水，它也没法存住。所以修仙第一步就像修补这个破杯子一样，通过静坐和吐纳，把身体亏空的精气神给补满，让这副血肉之躯恢复到像婴儿一样无病无痛的一种状态。那么杯子补好了，我们就进入第2步，叫念精化气。修行者要在极度的虚静当中，把体内基础的这种能量，就是我们说的精，通过呼吸的煽风点火熬煮，转化成无形无相的真气。这个真气会在人的任督二脉当中生生不息的流转，古人称之为打通了小周天。紧接着是第3步，念气化神，又叫10月怀胎，就是把身体的真气不断的压缩提纯，都汇聚到我们的下丹田当中，就像那个老母鸡孵蛋一样，通过长期的平和和专注来实现内部的熏蒸。渐渐的，在你的身体当中就会孕育出一个完全不受身体限制的纯粹的能量的核心，道家呢称它叫圣胎。这3个步骤都走完，就会迎来修行路上的一个大跨越，念神换虚。到了这一步，体内的那个能量体彻底成熟，道家经典称之为阳神。在某一个瞬间，修行者的头顶大穴洞开，阳神就像蝴蝶破茧一样，从肉体当中一跃而出，羽化成仙。那既然这样能够成仙，以一种无形无相的气的姿态漂浮在天地之间，那他们真的会像这些影视剧当中所说的有一些什么神通吗？所谓的这些仙人伸手一指，颠倒乾坤，行云布雨，是不是真的有呢？在道藏正统的典籍当中记载的确实有一些神奇之处，但是和这个小说电视呢不太一样。我们先说说非常困扰我们凡人的东西，就是空间的阻碍也就是大小远近在葛洪写的这个仙人传当中就记载了一个卷宗，叫费长房遇胡公。费长房呢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底层官吏，负责管理集市。有一天，他就在集市上看到一个卖药的老头。到了傍晚，集市散了之后，这个老头居然当着费长房的面纵身一跃，就跳进了悬挂在屋檐下的一个装药的空葫芦里面。这个费长房就看傻了呀。第2天，他虔诚的去拜访老头。老头说呢，我们有仙缘，就拉着他一起跳进了葫芦中。当费长房睁开眼睛，大为震撼。史书上写的叫入室之中，唯见楼观连檐，重门阁道。
里面竟然有连绵不绝的华丽楼阁，有层层叠叠的走廊，光芒万丈，完全是一个独立而浩瀚的世界。这段记载后来就演变成了一个我们熟知的成语“湖中日月”。古人为什么要留下这样一段看起来荒诞的记录？实际上就是向我们展示，当一个人生命脱离了肉体束缚的特权，没有了空间大小的概念。在道家的眼中啊，所谓的大小、长短、高低，都是因为我们受到血肉之躯的束缚。当修行者变成了一团纯粹的可以聚散游心的真气之时，就不再受空间的约束。这就是佛道两家所说的芥子纳须弥。一粒微小的芥菜种子可以装下一整座巨大的须弥山，因为在气的世界当中没有固定的外壳，极小之中也可以折叠出宏大的结构。这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小说《三体》的质子，在高维度是一个小小的点，但是展到二维之后可以覆盖整个地球。那同样的道理，传说那些能够缩地成寸、日行万里的仙人，是他们眼中的世界就像一张纸一样，可以被折叠起来，直接跨过去。莫非仙人是去了高维度的空间，可以跨越三维时空？那记载的第二项奇异之处是隐形遁迹。在《三国志》当中记载，曹操后来觉得左慈这帮人太邪门了，会动摇我自己的统治，于是就动了杀心，派出了重兵去追杀左慈。在史书上记载，左慈被逼到了绝境时候呢，他跑进了一群正在吃草的羊群里面，在追兵的眼皮子底下，左慈消失了。那么曹操的士兵为了逼他出来，就挥刀把所有的羊都砍了头。结果呢，这个好吓人，地上这些被砍了头的死羊居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同时用左慈的声音嘲笑士兵。这段记载展示的是道教经典《云集七千》当中的一门高深的法度，就是我们常说的五行遁术。那古人说的这个遁术呢，不是我们现在看《哈利波特》当中那种隐形衣。我们古人的哲学当中啊，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花草树木、泥土水牛、猪狗牛羊，本质上是由金水木火土这5种气构成的。那当一个凡人站在森林当中，凡人的气跟树木的气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你就一眼能看到它。但左慈这样的大修行者呢，他早就把自己的身体化成了一团真气，所以当他走进羊群或者是遁入泥土，他通过改变自身的真气，让气息和周围的羊、周围的泥土变得一模一样，完美融入在一起。这就是真正的和光同尘。聚拢起来，它是一个人；散开了，它是天地之间无处不在的气。那刀剑又怎么能伤害得了呢？第3项记载呢，是呼风唤雨。我们很多人对呼风唤雨的印象都来自于看《西游记》或者是《三国演义》，你看里面的那个诸葛亮在法坛上面披头散发的挥舞木剑，念着咒语，天上那些打雷下雨的这些仙人听到了，就赶紧跑过来帮忙啊，降雨。这个理解真的太低估了古人的智慧了。在道家雷法的核心典籍《道法会元》当中，有一句总纲叫做内聚为丹，外发为雷。古人认为呢，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外面的天地是一个大宇宙，我们的五脏六腑就对应着天地的五行。当我们呼出一口气，那么就对应着天上的风，我们体内扭转的血液对应着地上的江河。那一个真正得道的仙人，他就做到了天人合一。他想要呼风唤雨的时候呢，只需要安静地坐下，向内调动自己肝脏里的木气，用木气生风；调动自己肾脏里的水气，用水气生云。当他把自己体内的小宇宙的阴阳之气猛烈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外面的那个大宇宙也会产生共鸣。也就是说，自身和天地融合成一体，它就是大自然本身，而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去驱使大自然。当然，这些信息是来源于一些原始的古籍记录。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像魔法一样的描述，我们也能感受到古人对于生命和自然领悟的智慧。那既然都已经成了仙人了，住在什么地方呢？九霄云外吗？其实在历代典籍的记载当中啊，仙界不在天上，而是折叠在我们脚下的大地和大海深处。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呢？古人所描述的世界
是一个在空间上和我们重叠，但是在维度上和我们完全隔离的浩瀚的迷宫。我们先往东看，汉代的东方朔写的《海内十洲记》和司马迁的《史记》当中记载了东海之上的3座神山：蓬莱、方丈和瀛洲。这是古代帝王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史书又描述那里叫宫阙亭台，都是用纯金和白银砌成的。岛上生长的花草树木，结出的果实吃了可以长生。岛上所有的飞禽走兽，不管是什么品种的，都是纯白色的。于是古人就出海寻找，远远望去，这3座神山就像天边的云彩。等船快要靠近的时候，大风会突然把船吹走，或者神山就直接没入水面之下。也就是说，虽然看得到，却不在一个维度之中。那看完东海，我们再看极西之地。《山海经》当中记载了一根连接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巨大柱子——昆仑山。我们不要把神话的昆仑山和我们现在地图上的昆仑山划等号。古人记录中的神话昆仑是天帝在人间的下都，是整个世界轴心。昆仑的环境和东海3神山的缥缈又不一样，它充满了肃杀和威严。山外环绕着连羽毛都会沉下去的弱水，还有时刻喷吐着火舌的炎火山。这个山的最高统治者是掌管着不死之药的西王母。最古老的文献记载中，西王母和后来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她是一位半人半兽，掌管着天地刑罚与杀戮的古老神祇。而昆仑山的深处生长着不死树，这里阶级森严，只有修为极高的仙人才有资格跨过弱水，顺着昆仑山这根天柱一步一步地攀登到仙界。那可以说，昆仑山就是一部宏伟的通天塔。那东海和昆仑离普通人太遥远了，古人的空间构想藏在我们平时游玩的名山大川之中。南朝的道教学者陶弘景就写过一部《真告》，这本书呢就像是一部大地内部的折叠空间指南。书中就说，真正的仙界就在石头之中。道家把这些隐藏在名山内部的庞大空间称为36洞天、72福地。比方说茅山、王屋山、青城山，在古人眼中，他们表面的这些泥土和岩石只是一个伪装的壳。你找到隐藏在崖壁上的这些入口，你走进去，穿过狭窄的石缝，里面毫无溶洞的黑暗压抑。那么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平行世界。文献记载，洞天当中有自己独立的光源，日月交辉，天空永远是柔和的青色，气候永远温暖，长满了外界见不到的枝草。不同的洞天之间甚至有隐秘的地底通道互相连接，构成了一个遍布整个神州大地的地下交通网络。那些褪去凡人躯壳的仙人就住在这个庞大的折叠迷宫当中，安静地注视着外面的沧海桑田。那空间被折叠了，那洞天里面的时间那也不同于人间。宋代编纂的《太平广记》收录了一个叫王志难科的故事。近代有一个樵夫叫王志，拿着斧头进石狮山砍柴。他在山里面迷了路，误入一个山洞，走进去一看，有几个童子正在溪水边下棋。王志就觉得好奇呀，把斧头放在一边，就站着看他们下棋。童子递给他一个像枣核一样的东西，让他含在嘴里。王志含着这个东西，立马就感觉不到饥饿和口渴了。他安安静静地看着棋盘上的黑白棋子起起落落。等一局棋下完，童子抬头对他说：“你可以回家了。”王志低头就去拿自己的斧头，发现木头把手已经完全腐朽。他走出山洞，回到自己的村子，村里的房屋都变了样，大街上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一打听，人间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这个记载读起来就让人想到了相对论，似乎王志去的一个引力极大的空间，时间流逝变慢了。那进一步的仙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呢？很多人说，是不是就像电视剧里面一样，就喝喝仙茶，下下棋，享受着永恒的极乐世界？并非如此。在道教典籍《中吕传道集》当中，你会发现古人的视角当中，成仙不是结束，是开始。
在浩瀚的仙界当中，生命形态的差异比我们普通的凡人和草木之间的差距还要大。我们从下往上看，在《无上密要》和《历世真仙仙体通鉴》这些古老的文献当中，就记载了一种充满诡异色彩的飞升法，叫做尸解仙。什么叫尸解呢？是说古人在深山当中修行，那有些人的肉体因为外部因素，比方说灾害或者是猛兽伤害，那眼看着就不行了，但他们的精神和真气呢已经炼成了，那么在最后一刻他就会被迫施展一种叫做替换身躯的之术。文件当中就记载了叫做间解和逐解。比方说这个修行者到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全部的神识和真气灌注到一把随身携带的铁剑或者是青竹杖上。当他的亲友徒弟赶来把他的遗体装进棺材之后，你过几年如果有人因为一些原因把坟墓挖开，会发现坟墓当中没有尸骨，凭空消失了，只剩下那把剑或者是那把竹杖。尸解呢，是修行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妥协，因为你舍弃了原本的皮囊，把神识托付给了一个死物，虽然是活下来了，但这种仙你没有人体的鼎炉，在仙界的这个品级当中啊，是最边缘的。顺着这个尸解往上走，众里传道经给这些修行者划成了5大等级，叫鬼仙、人仙、地仙、仙人和大罗天仙。这个最底层的叫鬼仙，是说一些只修心性不修炼肉体的人，他们死后呢，肉身会腐烂，但因为精神力很强，就会留下一团不会消散的阴神，没有形体，只能像一团幽暗的影子一样，在阴冷的山谷和幽冥之中徘徊。再往上一级是人仙，他们通过吐纳和修炼，把身体修补到了一种完美无瑕的状态，百病不生，寿命极长，但是仍然没有褪去凡胎，还是凡人，只不过是一个长寿的凡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陆地神仙。他们依然要在人间先走，依然要面对人间的沧桑。那再往上就是真正踏入门槛的地仙，因为他们拥有了长生不老的能力，可以进入36洞天、72福地，徜徉在湖中岁月之中。但地仙的局限在于，虽然长生，你仍然困在地球的这些名山大川之中，没有办法离开大地。只有完成了前面所说的炼神还虚，让纯能量体的阳神破格而出的人，才能被称为仙人。到这个境界，他们就彻底抛弃了肉身，聚散游心，可以隐没在风中，可以须臾之间横跨万里，这什么天上地下，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们的。但是哪怕是强大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仙人，在古代的大修行者的眼中依然不是终点，因为他们还保留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你拥有一个独立的意识，一个凝聚成型的能量体，那就意味着只要有形体有自我，就是依然在造化之中。那么这条演化之路的巅峰，就是传说当中的大罗天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老子《道德经》当中所说的和光同尘。说这个最顶尖的仙人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看透了万物生灭之后，他们会亲手的破掉自己已经修炼到万劫不灭的阳神，不保留任何固定的形体，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和自我意识，把自己这样一个庞大的能量体彻底的毫无保留的消散在整个天地之间。他们变成了一阵吹过山冈的清风，变成了一场滋润万物的春雨，变成了草木荣枯的规律，变成了日月交替的法则，从宇宙中来，又融入了宇宙大道的运转之中。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就消失了，但实际上这就是古人认为生命最伟大的圆满。因为当一滴水融入了浩瀚的大海，这滴水就永远不会干涸了。当我们的思绪跟着这些古籍的档案，在36洞天当中走过千年的岁月，我们去看一个凡人一点点的熬炼成器，最终又修成了大罗天仙，消散在天地大道之间。
那现在我想请你把目光从那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收回到我们眼前的世界。你看看先人们如此的飘逸恢宏又瑰丽，再看看我们的眼前，什么工作失误、伴侣争执，是不是都觉得渺如尘埃？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些古代的修仙卷宗。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跑去深山老林里面去打坐修行，追求肉体上的飞升。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仙人，我们也只能通过古人的书籍去管窥一二。但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是先人的精神，让我们至少能获得自在和愉快。庄子在《逍遥游》当中把这种境界概括为2个字，叫无待。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不再依赖任何的外界的东西去确立自己。我们现代人活得很累，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气都漏光了。平时的这些喜怒哀乐，生命都是被外界牵着鼻子走，相当于把生命的控制权交给了周围人的眼光。而效法先人，就是学他们在面对这些红尘的时候，这种向内收敛、岿然不动的定力。那今天我想教大家一个道家的古老又非常接地气的小法门，你不需要有任何特定的场所或者复杂的操作，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时间都去做它。这个动作在近代葛洪的《抱朴子》当中被称为卧固。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刚出生的小婴儿是怎么睡觉的？这个小婴儿的手总是紧紧地攥着小拳头，而且他们握拳的方式很特别，大拇指是包在里面的。这在道家看来是生命的一种完美的锁气的状态。婴儿刚刚离开母体的时候，他要本能的去保护自己体内的先天之气，不让它们向外流失。那现在你可以试着跟着我一起做，把你的双手抬起来，将大拇指的指尖抵在你无名指的根部。在中医的经络当中，无名指的根部恰好是肝经起点的附近，而肝主怒主惊。然后呢，把你剩下的4个手指用力的弯曲下来，把大拇指包裹在手心当中。就这么简单，双手紧紧地攥住，像婴儿一样。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身处一个嘈杂充满戾气的环境，当你面对别人的指责攻击，觉得整个人都快要炸掉的时候，就把你的双手可以在你的口袋当中，或者放在桌子底下，用力地握固它。而且这并非玄学，神经学科的研究和古人的智慧达成了一致。当一个人情绪泛滥，比方焦虑、愤怒的时候，大脑的杏仁核会劫持我们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的血液，而握固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可以把我们发散崩溃的这种注意力从外部的威胁重新拉回到当下的身体。而从进化心理学当中来看，握固呢是可以带来安全感的。怎么说呢？因为婴儿的握持反射源于我们人类在远古时期，婴儿一出生就必须要抓住母亲的毛发才不会掉下去。你看那个猴子和大猩猩，所以紧紧地握住某样东西，哪怕是包裹住自己的大拇指，在人类的潜意识当中是获得安全感的一种信号，它会带来安全和被保护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动作劫持的一瞬间，我们就切断了向外发散的通道，我们的大拇指被其他的4个手指保护着，相当于在我们自己的掌心当中折叠出了一个方寸之间的洞天福地。只要我们的心不被外物困住，静观云卷云舒，不迎不惧，在这一幅短暂而又灿烂的凡人躯壳当中，你已经是一个游走在人间的散仙了。我是牧羊，如果你在今晚这场浩瀚的漫游当中感到了一丝久违的宁静与释然，当你刚才试着去握固的时候，掌心传来一阵安定的感觉，我邀请你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一片树叶的表情，或者一句你此刻最想说的话，就相当于你在自己的那座方寸洞天当中留下一个路过的记号。也欢迎你订阅牧羊奇谈，在未来那些觉得疲惫或者是迷茫的时刻，我们一起泡上一壶茶，继续去翻阅这人间最深邃的奇景，找回我们内心的那份浩瀚。感谢你的倾听，我们下期再见。